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法老，欢迎来到我的塔罗占卜频道。那么今天我又来给大家开箱了。那你今天开到的这一幅是第50塔罗，第50塔罗啊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拆开看一下吧。它的盒子内部是这样子的。希望这个卡牌能够指引你去到你自己的真相，真正的自我，去找到你的真实的自己，然后希望你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力量。这样子的一套卡牌。OK， 先来看一下，它有一个说明书，背后应该是它的作者。它这个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易，就是没有带图案的说明书，但是每一张牌都有解释到啊。那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，来看一下卡。牌背是这个样子的。它的这个整体的厚度也是不错啊。感觉这个手感还是很好的，手感还是很不错，有点滑，但是它有一种那种，也不是说非常亮，它有一种那种哑光的那种感觉，摸在手上挺舒服的。它这个非常的现代啊。好，那我们一张张看好了。这个牌就没什么反光，挺好的。愚人，先来推一推吧。我感觉还是按这么好的手感，感觉推起来应该还是蛮不错的。它其实真的推起来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滑，它的那个质地还是比较有怎么说呢？就是背面有一点色手。有一点点色手，但是它的这个前面又是比较光滑的那种，我也不知道我形容的大家能不能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先来一张张看啊，愚人，好，它其实还是带着很多韦特的理解在里面。这个后面这只狗狗有一点点垂头丧气的感觉，我感觉到它这张牌哦，就是其他的那个卡牌里面，这个跟随的小动物都是就是非常欢快的，跟主人就是一样，主人就是很雀跃、很欢快，然后即使下面是悬崖，它也就是毫不犹豫的要踏出去。然后，但是像我们这一只狗的这里好像就是有点无奈，因为你看它是被主人背在背包里面的，所以它有无奈的成分。他说：“好吧，其实并不一定是我想踏出那一步，但是你把我背在包里面，我有种无可奈何的这种感觉。”可能也代表的是说，外在可能是你身边的人并不一定理解，并不一定处在你的这个情况下面哦。可能你手上拿着这一朵白色的花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，是有个白色的花在这边。然后它这个花呢是有一点像，因为它拿白色的边勾边，所以它里面它其实没有填满，就是比较难看出来。但是你可以理解为，就是说，只有这个愚人他自己是知道有这个花的存在。换句话说，他踏出去，说不定只有他自己知道前面是有一个桥，或者是有个台阶给他，所以他能踏出去。但是别人可能就像这只狗狗一样，他并没有，他并不知道啊，都有可能。所以说，这就是塔罗牌非常玄妙的一个地方。魔术师。
那魔术师感觉就像一个化学老师啊，依然是所有的元素都有在这边。这个红颜色上面写的是 ROSE，是不是 rose 呢？是不是玫瑰呢？啊，这个感觉手上拿着一个像宝箱一样的带锁的，面对着我们，感觉好像只要是拿对了他的那个钥匙就能打开，但是也代表了其实是说他的内心有点上着锁啊，你需要找到那把对的钥匙才能更进一步，否则他就是跟你很有距离感的感觉。皇后，依然旁边是他的代表物小麦啊。这个皇冠也是之前那种白色的那种玫瑰花，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，就是每一个女生其实头上都是女皇，都有一个隐形的皇冠的感觉。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是不是什么样的出身、什么样的背景，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女皇。国王代表权力的山羊角。这个国王非常有意思啊！你看他虽然是身为一个男性，但是他的胸部很大。这个我估计是不是这个也是需要我拿贴纸吗？还是说我拿手指遮掉好了？也就是说，它其实是代表的说，国王并不一定是男生啊，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觉，我还蛮喜欢他这种非常时尚的一种概念。国王并不一定是男生，你看他这有很大的一个胸部在这边。学习非常非常多的书，非常多的书，学习教皇牌。好，恋人牌。好，上面是青苹果，下面是树，然后拿绳子绑了一个像同心结这样子。其实它也是，我的理解也是说，对啊，为什么 lover 一定要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呢？对吧？为什么不可以是自己跟自己的影子呢？就是它代表是不同的肤色，你可以把这个黑色理解为一个黑皮肤的人，也可以理解为自己的影子，或者是说自己的缺点啊。我们要自爱，要喜欢自己，不管自己是不是有缺点，但是一定要自爱啊，自己爱自己。战车，哇哦，前面有象征着他星座的巨蟹座的标志在这边，滑板鞋。力量，变成了从一个狮子变成了一个牛头跟的这样子的一个狗狗。隐士牌，命运之轮，正义，倒吊人。这个死神牌非常有趣啊！死神牌是说一个人从出生，然后他的妈妈喂养他，然后他的慢慢的，非常神奇啊！因为这个妈妈是个白人，然后这个宝贝是个黑人，然后呢，他后面那个阶段，这个宝贝长大了，戴了一个眼镜，这个应该不是这个妈妈，这应该是这个宝贝。然后后面是他的妈妈，依然是这样子看着他，就感觉是一个，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死神牌大多数并不是说一个是非常就是突然的变化，而是一个慢慢的，大家可以看到随着生命的流逝啊，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消失消亡的一个过程啊，它并不是说突然的。节制牌，恶魔。被自己的欲望所支配。高塔牌，星星牌，月亮，
太阳牌、审判、世界啊，这些都得拿贴纸。权杖，打火机。权杖2是火柴跟蜡烛。3是热气球，代表火。4是煤油灯。5呢是这些可燃烧的树枝、木棍啊。6这个一根一根的，好像是烟花棒的感觉。7这个8非常有趣哦，这个8一根绳子能够点燃8个烟花，8支烟花。一个导火索，因为一个东西，然后突然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同时并发的感觉。9、10，权杖侍从有一个新的 idea， 手上拿着一个非常细的树枝。Queen， 权杖皇后，权杖国王，好，圣杯。杯2，圣杯3，有一种茶话会的感觉，除了茶还有饼干。圣杯4，它这个圣杯4，1、2、3、4，有一个在水池里面，有一个手上拿着一个东西。圣杯5，这水都把房子都要淹到上面去了。圣杯6，圣杯7，圣杯8，一个出走的力量啊。圣杯9，罗马柱。圣杯10，圣杯侍从。圣杯侍从很有意思，他坐在一个轮椅上，这是我看到第一个，就是说圣杯侍从是一个需要坐轮椅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啊。但是它代表的更多的其实并不是他现实当中的一个意境，它代表的其实是说我们大脑里的一些想象力也好，一些浪漫的想法也好，或者是说一些非常新奇的新鲜的一些概念念头也好啊，它并不是指一个生理上的一个东西，更多的是代表一个精神世界上的。这个圣杯国王也是看上去相当的落魄啊，这个袜子上是有补丁吗？他这个皇冠就是往旁边一放，他这个窗户外面都是狂风暴雨啊，但是还好他有一个歇脚的一个地方。而且说实话，这个圣杯国王的脸看上去，你说她是个女生，我也并不觉得很奇怪哦。就是说，你守在自己的一方天地啊，自己内心其乐融融，外面狂风暴雨都跟你没有关系。宝剑，一颗心脏有很多那种细小的伤口，然后拿针缝缝补补。我还是很喜欢这种有些现代的那种画面卡面，然后可以就是有一些非常新奇的理解，那很有趣啊。这个好像是一颗有点像水仙花的那个种子，作为我们心币啊。
你看它其实这副牌面，我觉得它还是蛮与时俱进的，它有很多那种画出了那种就是并不是说健全的人。你能想到星币骑士，一般我们想到的就是骑在马上威风凛凛的那个感觉，你能想到星币骑士是一个女性，然后这个女性呢背着背包啊，里面这个好像是瑜伽垫水杯，对吧？一个看上去还有小肚子，然后它有一个义肢，能看到这样子有一个星币骑士精神的这样一个感觉。其实任何人，其实宫廷牌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高大上啊，就是任何人，不管你的条件怎么样，其实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骑士、自己的国王、自己的皇后啊。你看他的这个星币皇后是一个男性的角色吧？是不是？他的星币国王是一个女性的角色，所以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，就是当我们解读的时候，并不要很拘于那些性别，也不要拘于那些健全的身体，很多时候就是思维要开阔一些，还是很有启发的一套牌。好，我来看一下这个牌，我来给大家抽一个我们的牌灵吧。好，这边。好，你们会抽哪一张呢？就这张吧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分享啊，分享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一套第50塔罗牌，好吗？Fifth Spirit Tarot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